新桥，我是文文。今天是我们在胡志明的第2天，我们现在要出去找东西吃。我们刚才找了一家专门吃蜗牛的店，好，现在在等车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个。对。豪华的。哇，它的海胆好大。这家海鲜小店在胡志明的老居民区，他家是下午3点才开始营业，是本地人的平价海鲜大排档。他家店的招牌灵魂就是咸蛋黄。然后是各种炭烤贝壳、虾和海胆。我发现越南吃这种餐厅都是凳子矮矮的，桌子矮矮的。它还有提供这个叉叉蛙炉，一个小小的。这个是龙虾哦，哇，芝士你看，拉丝啦。它是一只龙虾吗？对呀、一只龙虾切了2边。对。小龙虾很小。对，蛮小的。它有3种 size。这个是咸蛋黄香螺，这是 ChatGPT 推荐我吃的。我想去一家评分高的，他就推了这家店，然后把这家店应该吃什么东西、怎么吃都打出来给我。AI 也推荐说一定要吃下这个料，他说这个料是他们这个特色。这个绿色的酱料是越南特色酱料，里面有加了柠檬叶，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跟泰国海鲜蘸酱是有点类似的。螺肉的咸蛋黄味不重。但是外面的壳可以吸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挑出来。哦，整个了。那你觉得这花螺如何？对，这螺的确是算里面要必点。所以ChatGPT还是很懂你想要什么的。我觉得它加的料还是蛮好吃的。然后挖一下这个。它那个咸蛋黄的香味真的很重。哇，都是肉。它不是蛋。它也是芝士拿来焗的，超香。是富国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2种是不一样的味道，富国那个是葱油加花生碎，它这个是芝士焗的，2个味道不一样。但是这个明显肉更多，好吃，超好吃。这个烤蛤蜊。哇，这好好吃。是吗？这个油炸海。这种 barbecue 的烤法就是他们越南经常烤的，葱油加花生酱，就是很费手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看着有点大哦，泰式酱料烤的吧？金桔酱。金桔酱。又是那个海鲜粉的调料味道，辣椒、柠檬、味精、糖、鱼露。哇，这么大的触手有点硬，咬不动。目前为止吃到的菜都很好吃，这边的海鲜很多都是跟油炸一起炒，这油炸咯吱咯吱的响。哇，这螺其实有点大个哦，看这个黄全边，这好像是蛏子吧，它直接肉是挑出来的，而这是用玉米来炒的。试一下黑胡椒酱，这道玉米炒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它已经把螺肉完了，我觉得有点偏硬。太酸了。最好吃的还是咸蛋黄花螺，就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炒法的。蛤蜊汤，不会酸。泰国的味道，但是它很甜，它这个汤不能直接生喝，太甜了，只能吃下蛤蜊。它这边香茅跟泰式还是不一样的，就像是我们在钓鱿鱼晚上吃的嘛，它是清汤香茅汤，这种就是泰式的，太甜了。我记得以前在芽庄吃这个小龙虾很甜。还在家。我以前来胡志明来了4天吧，每天都吃货。我突然很怀念在沙捞越吃的咸蛋黄炒蟹了，你看。第一次看到你吃菜了，别人渣渣都吃到。不是你第一次看到吃菜，我把底都挖光了。老叔觉得不可思议，有人这样吃菜底。芝士就是力量，一大坨芝士。为什么底不能吃？底太咸了。我们这一餐呢吃了52万2，所以大家菜单还是要看一下，因为我们本来是烤了2个海胆嘛，但是它只上了1个，肉上了。大家都说海鲜很贵，但是越南是不太可能。蜗牛很便宜，海鲜很贵，蜗牛很便宜。越南的蜗牛特便宜。好，我们转战下一家，这个吗？来胡志明，如果想吃一碗本地人每天都在吃的硬核美食，蟹汤粉可以列进必吃清单里了。
这家店呢是当地人气餐厅，招牌就是越南南部传统的蟹汤粉。菜单在墙上。汤头是这种沉沉的螃蟹色，一看就知道熬了很久，可以闻到浓郁的海鲜味。汤里有一个大猪脚，然后有虾，有茶和 Thank you， 它是配的，是不是？2000。还有油条，他们叫青春饼，它这上面有这些料。汤比较浓稠，汤头是用蟹壳、虾头与猪骨高汤一起熬煮，味道比较重哦。非常像虾面啊！这汤有加椰奶的，但是它有点甜，我还加点醋，加点柠檬，不是醋，它那里没有醋，只有柠檬。我的雨水就从我头上点，完了，我涂了发际线粉，待会儿会不会全部黑黑的汤水流下来？鱼露辣椒。酸了酸了，刚刚太甜了。那个汤跟冰城虾面的汤好像，简直一模一样，但是它没有冰城虾面那么浓郁。对。然后它加了柠檬以后，又有点像那个老虎的那个乐沙。拉萨。又有点那种味道。阿桑拉萨。这个也是猪肉，这个应该是蟹肉饼。粉条。蟹汤粉用的是米粉、木薯粉混合制作的粗粉条。还有个鹌鹑蛋，他们这个粉就是自己店里有机器做出来的。我刚刚看他们在弄粉，它这个虾是把壳已经剥好的了。我觉得胡志明好像特别喜欢吃蟹，各种蟹。蟹黄。蟹黄吗？里面有蟹黄吗？有蟹肉哎，有好多蟹肉啊！这个汤是用虾跟蟹壳汤来调的，猪脚带皮的。这个猪脚已经炖得很糯了。我发现这边胡志明是挺喜欢吃猪脚的，因为一路上都有烤猪脚，还有鸡爪。你看蟹肉，这个料有点多，底下都是蟹肉。虽然不是那种大钳子的蟹腿，那都是划水的那个蟹腿，蛮多的。他们这种黄辣椒特别辣。这家哈，很多人叫外卖，他那边专门有个手机固定在那边，叮当跳呀，叮咚就出来，叮当跳。这家很多人，这家是很浓郁的口味啊。油条，这是老油条，这个就是茶，没有糖的，不会甜。在越南吃东西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汤粉面会加各种的叶子，我觉得如果加叶子应该也挺好吃的。我现在已经有点吃太饱的了，我都打嗝了。这一顿下去，我明天早饭也是吃不下的。我们这一顿吃了115000越南盾，它这个纸也是要钱的，就是这个湿纸巾。折换人民币大概是31块钱左右吧，人均15左右。我们今天是来吃地埋，它名字叫麦语或者叫美丽甜品大军啊。可以。哇，猪耳朵。Yes。丁麦是一家精致越南菜连锁餐厅，整体装修有点殖民时期的咖啡馆，老西贡的氛围。虽然主打的是传统越南菜，但是在摆盘和口味上更偏创新流派，像是把越南阿姨的家常菜端上了高级餐桌的感觉。我的 mango， 越南也是吃芒果、百香果特别多的地方，这是厨师推荐的。这个越南版的杨枝甘露。对，上面还有个龙眼。有点清淡，他们餐厅里都有提供湿纸巾，因为一会儿你要用手抓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餐厅呢，就在我们公寓的旁边商场里面。这个餐厅是连锁的，专门做越南家常菜的，做的也蛮漂亮的，但是价格不算是很平价的那一种。As a menu, yes, we have red spring roll with black sauce and everything with fish sauce. Thank you. 他说这个跟这个 sauce， 其他都是跟这个 sauce。这个是越南经典的开胃拼盘，常出现在家庭聚餐里，用香蕉叶托底，摆满各种越南小吃和香料配菜，满满一大盘，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。这真的是漂亮饭，好漂亮！这么多，这全都是越南的一些小吃。我们还在餐厅点了一个法棍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培根、火腿。这家的法棍没有双萝卜，而是胡萝卜、黄瓜、西红柿。在越南呢，最有名的应该是这个春卷了。
生春卷是经典的越南国菜级别小吃，透明的米子卷上虾仁、猪肉、蔬菜，沾点鱼露花生酱吃，糯糯的，很清爽。甜的。这种春卷里面就是粉、青菜，然后虾仁，外面是米子。跟我们在富国岛吃的那比较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差不多，因为都是比较清淡的。它这个春卷嘛，好不好吃取决于它沾的料，因为春卷本身是没有味道的。然后再来吃个炸的，里面就是肉馅，然后他说是配这种料吃。挺香的，还会热。那个料酸辣的，两个酱都是甜，这个浓一点。它这里面有薄荷，还有紫苏跟生菜。这块应该是什么饼，我也不知道，看是鱼饼还是虾饼。你猜是什么？肉饼吧。也是沾这个甜辣酱吃。它里面加了黑胡椒，不是鱼饼，也不是虾饼，没有虾肉的。而且这个是牛肉沙拉，它这沙拉里面有稻田香草，很多的洋葱，还有辣椒跟蒜。他没有给我鱼腥草，我都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我简直崩溃。我觉得里面好像有鱼腥草，有那种味道。这菜我很怀疑是嫩版的折耳根，是吧？这个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我刚以为是稻香草，我就大吃了一口。然后就放在嘴里，哎，熟悉的味道上来了，越来越上头，越来越上头，我就快崩溃了。鱼腥草，这还是鱼腥草的 baby， 但是它已经具有鱼腥草的味道了。然后我眼泪都放出来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这是吐还是不吐啊？救命！好可怕，它最近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的菜肴里面。这个小的哈，没有它大片叶子的味道重。我那天吃完，直接都快哕出来了。这是槟榔叶加牛肉，应该是在夜市有看到这个槟榔叶烤牛肉，就这种。槟榔叶的味道很像芝麻叶。没吃过槟榔？我没有吃过。你真的没吃过槟榔？没有，我以为槟榔很臭，结果这个还好哎，没有。槟榔很好吃，不会喧宾夺走。吃了一直咬，整个嘴巴都红红的。就是槟榔叶有个不是槟榔啊，这槟榔叶的味道没有紫苏重。虾的沙拉，啊，这个是呀。它这边就它这鲜虾沙拉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茭白吧。茭白可以生吃的吗？不是吧？像某种笋类。要不然就是那个辣椒型的，脆脆的，吃到后面有一点点的涩，蛮好吃。然后它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米饼片，一个是虾片，就没了，这盘就结束了，都吃了一遍。哪个好吃？这是米饼片，有种焦焦的，看起来芝麻的味道。这虾片就蛮普通的，我觉得这虾片没有印尼的好吃。它这盘小吃吧，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，但是因为它蘸的酱汁都是一样的嘛，就导致这一盘其实我感觉都是一个味，就味道不是分得很清楚，算是漂亮菜吧。虽然很大盘，但管不了饱的，因为我都吃不掉。它的味道太一致了，拍照啊或者是新奇啊可以点一点，我觉得还是法棍会更香一点。很脆啊，看这个料。所以我们这个吃法棍的时候，就是嘴巴要张得很大很大。你觉得这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没有昨天的好吃。昨天那个简直就是封神之作。吃过这么好吃的法棍，上次还是在惠安。再上次还是在暹粒柬埔寨，但暹粒柬埔寨它是很简易版的，里面就是加酸木瓜一些肉。然后胡志明一定要去吃那家法棍，这家法棍也不错啦，就很脆，它里面也有干酱，然后干酱没有昨天的好吃。我发现越南有很多荔枝，但他们的荔枝 ，thank you， 他们的荔枝跟我们的荔枝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它荔枝上面很少那种凸点，就跟泰国也有荔枝，泰国荔枝也是偏酸，但它们个头都挺大的。这几天都吃生的青菜，想吃炒的了，然后点了一盘小白菜。我觉得越南的青菜呢，除了生的那些香料外，它炒的青菜一般就是空心菜，然后还有就是小白菜了，还有一个是那种扁扁的豆，是不是臭豆就挂在那边，这么宽的那种豆子，然后旁边有锯齿状的。这两天吃东西都吃到。上面是用炸的蒜来炒的，放在粉里的，
小叶子啊、小香料啊，很好吃。但是我吃多了就有点消化不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炒的菜。它这里的每一样的小吃，在小吃街、在夜市都能看得到。作为游客，我觉得是可以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代表越南特色的一些对东西嘛。因为毕竟如果你去夜市的话，可能不会把它全部点一遍。我今天看了个视频，越南人吃饭哈，为什么都没有油水？是因为他们吃的偏清淡。越南人身材都很好，你同意这种说法吗？同意啊，越南真的很少胖子。但是它的烧烤一点都不清淡哦，它烧烤做渣可是一堆一堆的。越南真的很少胖。平时都吃这个绝对胖不了，绝对胖不了。他们吃河粉也绝对胖不了啊。河粉还是越南人必不可少的，还每个都要吃。我觉得也是我来越南必不可少的。目前为止，我心目中越南最好吃的东西还是河粉，然后是法棍，然后是法棍，对然，后就觉得烤米子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个还可以。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岘港有一次吃那个酸梅煮那个海鲜，煮那个大虾，那虾那真好吃哦。我再也没吃过那味道。这个是叫红姐吧？越南版的鱼腥草，它跟我们贵州的有点不一样。我们国内的后面是有点像紫苏一样会红的，它的不是，它就是一个桃心的。我那时候在护国岛嘛，吃西贡碎糯米，旁边就配一盘青菜，有大版的这个就大的桃心叶子，我觉得这叶子好好看，没见过，然后就拿一放在嘴巴里咬，然后当时就石化了。不会吧？他菜没洗嘛，是从池塘里捞起来的嘛？我就问桃叔，我说你没闻出鱼腥味？然后桃叔说好重的鱼腥味。爱的人特别爱，不喜欢的人呢特别不喜欢，像我一样，就是跟吃香菜一样。在越南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就是爱这种鱼腥草的人特别爱，不喜欢的人特别不喜欢。我们这顿越南家常菜吃了56万越南盾，价格比想象中的要便宜一些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吃多少东西。Hello， 我是文文，我们今天来吃胡志明这边一家很有名的法棍。你知道吗？越南法棍其实是被战争逼出来的美食，它起源于法国殖民时期，法国人带来了硬邦邦的法棍。到一战小麦不够用，越南人就往面团里加入了米粉，面包意外变脆，也还更便宜。后来在南北分治时期，法棍在西贡再一次被本土改良，塞满了烤肉、腌菜等馅料，一口下去，法国的酥脆遇上越南酸辣的灵魂。就这样，越南法棍正式上线，成了街头最平民却也最经典的味道。他们特地坐车来买，我们也是。他这边有2个门店，这边是点单的，那边是拿餐的。我发现对面有一家奶茶店，好多外卖小哥，就这一家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这家店的法棍是胡志明必吃的街头美食，从1989年开到现在，已经有35年了。菜单是不存在的，他们家就卖一种约半公斤重、13种馅料的豪华顶配版越南法棍。那菜单就是一个、两个，一个7万3，这种是最有名的。哎，它有慢慢切，这么大的一定要看。Thank you， 哈哈，买到啦！这家店旁边有提供桌子，可以坐着吃。然后里面还有配菜、酸萝卜，3种配菜。然后干酱，哇，好好吃啊！要不然买那么多个？这里面有叉烧、火腿、肉松，还有干酱，对，好几种火腿片。他们把菜加进去，不骗你，真的好吃。酸萝卜，我觉得有酸萝卜或者酸木瓜的法棍才是有灵魂的法棍。黄瓜、葱、香菜，哇！让嘴巴塞上。那酸萝卜好好吃，真的。它的那个干酱特别的香。这个声音你们听到了吗？面包真的超级脆，就是太大了，料多到都夹不住。冷切肉、火腿、叉烧、香肠、肉松，还有酸辣的萝卜泡菜，尤其是干酱，好绝！绵密浓厚的脂肪香气，不腥像芝士，一口下去直接原地分神。太好吃了，那么好吃的法棍，太好吃了。
这个是我在胡志明吃过最好吃的法棍。吃完法棍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，一家开了56年的越南老字号河粉店，而且呢，它还曾经入选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。Pho，哎，Pho上面都有个问号。大便。所有都有的，是不是？这家河粉是经典的南方风格，特色就是他家的汤头用牛骨加上多种香料慢火熬制，清澈不油腻。招牌是大边全家福。大便。Thank you。这么快就来了，这边吃饭都有提供湿纸巾，油条。我们点的是全家福，配料非常丰富，有招牌的生牛肉、牛腱子、牛蹄筋、牛筋丸、牛百叶等。来这里怎么能不吃 Pho 呢？可以从河内一直吃到胡志明的 Pho， 这碗 Pho 好大，比我脸都大。这个有好多生牛肉，他们的这个粉是细粉，Pho 的淋粉一定是夹这个蔬菜叶，这是刺芹，越南的刺芹，然后这个是九层塔，也就是罗勒。这个没见过吧？这个叫稻田香草，一般是长在稻田旁边的或者水沟旁边，它吃起来会有一种柑橘跟紫兰的味道。这是百度上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哎，真的有紫兰味道啊！你闻见吗？啊，对吧？哎，真的有羊肉串味道。哎，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个稻田香草。然后呢，它还给了这个豆芽，这个豆芽是焯过水的，这应该就是越南人的蔬菜来源。他们肉吃的也很多，蔬菜吃的也很多。他们这个辣椒特别的辣，但是不加又少了一点。还有这种是蒜辣椒，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广西的黄灯笼辣椒。这边都会配一个小碟，是给牛肉蘸酱吃的。基本都是这2种酱，然后再加个柠檬，这个是灵魂啊！这是我调的，我的 Pho， 我的 DIY Pho。先喝口汤。它这个汤是牛骨熬的汤，小菜叶子。你看这块肉，蘸酱汁，牛肉跟牛筋在一起的，美味。它是牛百叶，哇，好吃。那个稻田香草吃起来也是一股孜然味，跟牛蹄筋，因为牛蹄筋是好吃的，不会说咬不动。牛筋很软，Pho的灵魂除了牛肉就是小叶子，牛筋丸。我感觉还是潮汕的更好吃一点，潮汕牛筋丸更弹，它这个偏肉感。越南的这边真的很喜欢吃绿豆的各种东西，除了绿豆芽，还有绿豆糕、绿豆糯米饭、绿豆料理，各种绿豆。有一条净汤也好好吃。这顿我们吃了11万4千。今晚上主打的是海鲜，波塞冬。波塞冬是胡志明很受欢迎的一家海鲜自助餐，是本地人聚餐常去的餐厅，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提前在官网上预约了位置。我们吃的是晚餐，还要加8%的税，每个人是608K 越南盾，相当于162人民币。OK，Thank you。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这个座位，他这个自助餐厅还蛮大的。这家餐厅主打各种新鲜的海鲜，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透明的活水玻璃缸，海鲜都是活蹦乱跳的，光螃蟹和虾就有3种，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贝壳和螺类，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
这里的海鲜大多数是现捞现煮的，还能直接看到厨师在现场烹调，整个就是新鲜感拉满。除了海鲜，还有西式的牛排、日料、传统的越南菜、冷盘热菜全都有。据说整整有200多道菜，多到选择困难都犯了。这个是福寿螺吗？哇，哎，这不是福寿螺吧？田螺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他们叫蜗牛。这是田螺吧？有人在直播耶。这是煮米粉的地方。芒果糯米饭，还有冰淇淋。这是海蜇沙拉、印度芒果沙拉、南瓜花。拿杯珍珠奶茶，那个泡芙，拿了2种蟹，饮料是要另外加钱的。Cheers！ 他给我们安排了个景观也很好，那个景观最高楼在后面。它这边主打的就是螃蟹了，比个头型耶！这个是个公蟹，来听个声音，吃播来听个声音。还有这个工具，用力完全夹断。吓死我了！啊啦啦，小蟹腿，3个。它这个酱汁，绿色酱汁特别好吃。很新鲜，但我觉得这个蟹没有兰花蟹甜哎。兰花蟹，这蟹我觉得炒来会更好吃，它肉比较厚。这个是个刺身，刺身有日式的，也有泰式生腌。就是泰国那个味儿。它底下配菜是芒果，听听海的声音。走，当当当，吃螺吃螺。我觉得它那个刺身还不错，做完的螺肉大不大？这个螺肉是泰式甜辣酱腌制过的，然后再切片拿去烤。小黄瓜，我最喜欢吃小黄瓜了，一口螺肉，一口小黄瓜。但是这螺肉可能放的时间有点久，有点硬，不然里面还有。这边主打就是海鲜，非常多。海鲜池就在旁边。对，芝士开边虾。越南其实他们很喜欢吃蟹嘛，就各种蟹。这虾是有黄的，这是用芝士奶酪焗烤的虾，奶香奶香的，蘸点酱汁。芝士扇贝。哇！这蟹是不是那天我在渔村吃了50万的那个蟹？是吗？它这个芝士没有昨天吃的那个浓，是海胆。它这边海胆是用蒜油烤的，上面有个小蛋，而且蛋是鹌鹑蛋哎。我觉得如果撒点花生就好吃了，美味美味。还有好多的螺，这个螺是福寿螺吗？屁股有尖尖的应该不是吧？越南语他们是叫蜗牛，那具体是什么螺？是大田螺吗？真的有点大，你看这么大螺，是个虾。虾肉，刚才桃叔帮我剥了一个皮皮虾，一个虾肉。虾是抹了海盐炭烤的，皮皮虾是白灼的，因为很新鲜，肉质 Q 弹鲜甜。我喜欢吃兰花蟹，
跟你打招呼 ，Hello Hello， 看枪拿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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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瘦了屁股就扁。那边也有，呀，看能不能一举成功啊！失败。哇，他们这边好多家庭聚餐，可能在这边无限吃蟹，想吃多少蟹都可以，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。看我这边有好几种螺，但我分不清什么螺是什么螺，这是褪色的香螺吧？不是，就是一个是煮的，一个是那个清的。还有个这种颜色的，这个是咖喱的，这还有个雪哈。嗨，这个我们在护国岛也有吃过的 barbecue 的，但有一说一，它烤的没有大排档的好吃，没有大排档的香。我把它刚烤掉，拿几个过来吃。好，哇，花螺有2种煮法，白灼和咖喱。就黄色的也是拿椰奶去煮的，也是偏甜的，还是水捞的好吃。牛排，这个要像牛排酱，单吃没味道。哇，生蚝，哇，好新鲜。我刚拿了一个南瓜花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感觉像是在吃黄瓜，蛮好吃的。就有一点点苦，小香肠。这个香肠没有泰国的好吃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声音，这里面有点吵。菜了。又是好几种烤的大生蚝，它这有2种生蚝，一个芝士焗的，一个他们这边专门涮油烤的，好烫哦，好烫！你看一下，哇，有肉。有肉，哇，好烫啊！又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，这是统称烤蜗牛、烤贝壳。好像都是叫蜗牛。我觉得这家烤东西都偏甜，好像这跟大排档比起来还是欠缺了一点。清蒸石斑鱼。哦，石斑鱼这么小一个，这应该是属于中式的餐点。石斑鱼还去了皮呢。2只大头虾，这个也算是他们这边比较明星的海鲜了。这应该不叫海鲜，这叫河鲜。我要是来吃自助餐，肯定是回不了本的，从来都回不了。我刚拿了鱼皮，我太怀念大马的咸蛋黄鱼皮了。它怎么是软的呢？放了久了那种软不拉几的口感。不好吃。这个鱼皮跟马来西亚的没得比。吃个寿司，鲜虾寿司。哇，我后面在聚会呢。反正上面写着是薄荷叶沙拉，但是这怎么看都像地瓜藤，是怎么看都像地瓜藤。这是鱼腥草，我天，这是折耳根鱼腥草，还是这个印度沙拉。这个印度的芒果沙拉没有泰国的好吃，还是泰式的芒果沙拉 YYDS 炸虾。如果这是天妇罗的话，只能说它有点一般，它外面裹的那个炸的淀粉层很一般。现在吃了这么多种料理的虾，我觉得还是烤的好吃。还有一个就是刺身开边虾也好吃，它又不断的在上新菜，就你根本就来不及吃。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新的螺，我也不知道叫啥，还有这个袋子，哦，它里面其实切好了，脆啊，这个螺，这个很脆，好袋子，用传统的葱油花生来烤的，还有黄呢，哇，刺身，金枪鱼。
它这个金枪鱼不够香，这金枪鱼有点一般。看一下三文鱼，会不会是红鳟吧？三文鱼，它的刺身不够出彩，它家还是主打蟹、虾，然后烤各种的蜗牛跟贝类。我上了个新的。他们食材是比较重复的，但是因为煮法比较多样，清蒸的啊、捞的、炒的、烤的，摆盘特别多。然后这边限时每个人吃2个小时。他安排桌子的时候有登记，他预约是不需要付定金的，有事情不来也没关系。我的珍珠奶茶，它还要配一个这么大的吸管，但是只有一点点珍珠，味道是挺正的。但是就是还是很甜。芒果糯米饭，糯米饭是用斑斓汁一起煮的，上面还铺满了椰丝。有点拌太久了，硬的，蛮好吃的。这个泡芙里面的馅有点少，还有一块蛋糕。提拉米苏，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，真的吃得非常饱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如果是海鲜爱好者来这个自助餐厅，完全是可以大快朵颐，因为他们不断的上新鲜的各种的螺类。我们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小了。刚才我走过来，看到每个人桌子上都是堆成小山一样的螃蟹，它一点都不吝啬海鲜呢，它就是空了就立马补，空了就立马补，是真正的无限量自助那种感觉。一会儿大锅就放在后面用力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厨师是没有感情的煮海鲜机器，不停的在煮，不停的在煮。这家餐厅我一开始对自助餐没有抱什么希望的，我觉得自助餐能吃到什么好东西。然后呢，我来了以后改观了，我觉得海鲜自助还是挺 OK 的，就是推荐给来胡志明玩的，想吃海鲜的大快朵颐的人可以来试一下这家波塞冬海鲜自助餐厅。其实胡志明好多这种海鲜自助餐厅，只要你看一下，你可以上他们官网看菜单，你觉得满意了，你觉得想吃了，你就可以来。因为它珍珠只有半杯嘛，我说为什么会只给半杯呢？原来是自己在这边加各种料。这个别人珍珠奶加的，你把别人珍珠奶茶自己拿了一杯过去。对，我就把珍珠奶茶拿过去了，我忘记原来这里加料的。后面呢，我是看到当地人他们珍珠奶茶都叠了那么高了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旁边是小料台，有点傻。我们这一顿一共吃了530万越南盾。